大家好，欢迎来到那个巨量资料分析入门与实务的课程。那这一门课呢是教育部下智慧联网人才培育计划里面的一个基础课程。好，那我是交大应用数学系李玉杰。那我们的实验室名称叫 Data Science and Machine Intelligence Lab。好，那这个就是资料科学跟机器智慧，那跟现在大家讲的人工智慧是相同的领域。这一门课呢，在今天的课程里面，我们会介绍什么是 Big Data， 什么是 Internet of Things 物联网 IoT， 或者是在这计划里面我们叫它智慧联网，然后给对这个 Machine Learning 机器学习一个非常简单的介绍，也会介绍一些未来在这个物联网、智慧联网、资料分析我们该注意的哪些事情。那我们对异常侦测还有一些分散式的阶层架构也会做一些介绍。那同时呢，介绍一个比较入门的演算法啊，对一些异常资料我们可以提出监测，同时做一些简单的讨论。我们首先呢介绍什么叫 Big Data。事实上，90年代就开始有所谓的资料探勘、资料采矿。那当时从 eBay、Amnon 那时候就开始对于一些资料分析的技术提出一些探讨。到1998年呢，开始第一家所谓的 Google 这个搜寻引擎的公司的成立，然后2000年人类记忆体计划，2001年有 Wikipedia，03年开始有 Skype， 然后04年这一家大家日常都有接触的所谓的 Facebook 也成立了，2005年就开始有物联网的概念出来，当时是在做所谓的智慧电表，然后2006 Twitter，2007年开始第一支 iPhone 出现，2010年有 iPad， 然后甚至有 Google Glass。那在2010年以后，大家就开始谈论所谓 Big Data。介绍这些背景呢，主要是要告诉各位，在早期1990年代的时候，我们在谈 Data Mining， 事实上资料的形态都是呈现一个表单的形态哦，就是一个 table 可以表达一个资料。可是到搜寻引擎，你可以知道有不同的页面。到Wikipedia 有一大堆文字，大家在网络上共同写文件。到 Skype 呢，其实一开始它是网络的电话。到现在它可以做一些 meeting。Facebook 一开始只是将照片上传，但是开始有一些社群的连结，你可以对一些 po 文表示你的看法。同时呢，从一开始的照片资料到影片资料，然后到 YouTube 呢，大家可以把一些影片上传。Twitter 是你可以随时上传一些简讯，然后透过智慧手机，像 iPhone 的问世，其实很多在网络上的行为都在这一支智慧手机上可以发生。那在这中间呢，其实形成了非常多各式各样的资料。早期的所谓的 data mining 资料探勘的那些分析技术，已经不足以应付这些各式各样形态的资料，各式各样不同的连结，快速产生这些资料，需要有新的技术来 support， 所以就有 big data 的问世。在2012年，大家对巨量资料，其实大家的想法就是说，可能有一些底层，像做一些 Hadoop 这些所谓的云端架构，然后开始有所谓的 Infrastructure as a Service 基础建设，然后上面才会有一些应用层，做一些 Business Intelligence。那这个是在2012年大家对 Big Data Landscape 的一些看法。可是到2016年呢，其实整个情况就大为不同。我秀了这2张投影片的先后给各位看，你可以看到2012年事实上稀稀疏疏几家公司而已，到2016年事实上是蓬勃发展。那到2018年呢，我想可能不是这一页投影片可以放得上去。